今天下午第一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说一说港股的中烟香港。这只港股上市时间是在19年的6月份。从上市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线图出现了2波上涨形态。那么目前是在第2波上涨形态里面。那么当前来看，这次的多头上涨趋势还在，那也就是说，后期整体上行的预期还是存在的。当前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这只港股后期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方向。下来我们按照惯例，从波浪理论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它支撑它上涨的一些规则和理由。上市之初就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最低从 4.93 港币涨到了 28.50 港币。那么之后是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调整，而且这个调整我们可以看到结构非常的清晰，一个波的 ABC 走势，3波的 ABC 走势算是对之前的第一次上涨展开了一次充分的修正。周线图里面可以看到，蓝色的代表上涨，3波黑色的代表调整，调整是结束了。那这次调整是结束在2022年的10月底，那么低点是 7.53 港币。那么也就是说，从 7.53 港币开始，市场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上涨周期之内。那目前来看，整体走势按照波浪理论的5浪上行3浪调整，还是处于这个循环当中。那下来我们具体划分一下， 7.53 首先走出了第一波上涨，这是1浪，之后也是经历了一次折返，这是个 ABC， 这一级别的 ABC。 目前来看它是一个2浪，2浪结束之后就要开始进入到多头趋势里面整体涨幅最大的一次上涨了，那就是3浪。从它的内部细分可以看到，又分为3浪1、3浪2、3浪3、3浪4。好，3浪5结束了。3浪5结束，代表整个3浪全部结束了。可以看到3浪的高点是在 30.30 港币之后，市场开始进入调整。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下黄金分割来划分一下。可以看到这一次的4浪调整，它是进入到了 0.382 到 0.5 这个区域，那么也是非常临近 0.5 的一个支撑 19.42， 之后展开了向上的一个反弹。目前应该是处在一个4浪当中，常规的4浪调整内部经常也是3波形态。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首先下跌的第一波，这是4浪 A， 反弹是一个4浪 B， 后期应该会跟随还有一个4浪 C。 等这个4浪的3波调整全部结束，那么才会迎来最后的主升浪，也就是所谓的第5浪。通过以上的结构划分，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在4浪 B 的反弹阶段，这是第一种预期。因为4浪 B 结束后还会有一个4浪 C， 最后才会出现第5浪上涨，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因为某些消息面的刺激，或者说国际大事件的一个刺激，金融大事件的一个刺激，它直接突破开始走第5浪。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但是概率比较小。那因此从目前的整体形态来看，出现了一次局部同向，无论现在目前所处的是4浪 B 还是第5浪上涨已经展开，那么在局部走势里面它都是向上是有空间的。那后期如何区分它到底是4浪 B 还是5浪呢？我们把时间周期再调到天图，依然是划分黄金分割，那也就看到有这样存在一个区域是 28.65 到 27.85。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站上这个压力目标区域，行情向着第5浪发展的概率是越来越大。如果在这个位置承压回落，那就是4浪 C 可能会要出现了。这是目前可以区分后期整体走势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的一个关键多空分水岭，这是第一个要素。我们再返回到周线图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2浪调整，它整整是经历了54周，也就是380天。这一次的调整我们来看，截止到目前来看也仅仅是运行了12周85天。那明显这个4浪调整的它的时间跨度是稍显不足，
因为以往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来说的，二浪和四浪的时间用时是大差不差，甚至于四浪的用时要大于二浪的时间跨度。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这里首选是四浪 B， 而没有说是选择是五浪。因此这支票我们想要后期去参与整体走势，我们还需要再等，因为当前的位置已经处于一个半山腰偏上的位置，直接去追的可能来说的，按照现在的点位只有短线空间 25.8 涨到 27.8 或者 28.6， 大概就是2到3港币的这样一个目标区域，除非它站上了 28.65， 那么后期才具备了突破 30.30 创新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区分到的。因此后期只有2种思路，第一种思路走势非常强，站上了 28.65， 那好，不用说了，可能我会小仓位去追一下，博后期这个整体上涨突破 30.30， 上方的空间会非常大。另外一种耐心等待调整出现四浪 C 再次回落到比如说 21.30 到 19.80 这个区域，我才会考虑波段去布局后期这个第5浪上行。因此目前就是2种思路，直接突破 28.65 清仓博取后期创新高，或者耐心等待回落到 21.30 到 19.80， 我才会考虑再次布局中线做多第5浪上行。以上就是今天下午关于港股中烟香港的整体波浪形态走势分析以及后期的机会所在。那么大家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留言，我也会选择当中有机会的品种来分享给大家。当然首先有一个要素，就是它的标的物的波浪结构形态比较清晰，我们除了讲机会以外，也通过实战案例把这些波浪的形态包括它的结构分析以教学的方式分享给大家。那好，今天下午第一个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